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10月14号，一条推特引爆了加密圈，一个加密公司的创始人公开撕币安24小时300万的浏览，币安威胁起诉，随后呢删帖道歉。赵长鹏 CZ 亲自下场骂人 ，What a loser！ 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小项目方反抗大交易所的正义之战，其实呢，这是2个赌场在争夺你的钱包，而你呢，可能是唯一的输家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3件事：他们为什么互撕？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为什么买单的永远是散户？先来说说主角 CJ Hetherington， 他可不是什么小项目方，他是最近火爆的联合创始人。这里边呢，我们简称他为 CJ。他在 X 上爆料，币安发给他的上币条件如下：1%的首日空投，3%的6个月追加空投，1%要给到币安的营销，3%分给 BNB 的持有者，20万美元的代币给联盟推广 ，Pancake 的池子至少100万美元的流动性，25万美元的保证金，还有200万美元的 BNB 押金。这些加起来，项目方如果你的币想要在币安上线，至少要准备300万美元，再让出大约9%的代币。而 Coinbase 的条件呢，只有一句话：在 Base 上建点有意义的东西。这一对比直接炸。几个小时以后，币安火速的回应，他们也在 X 上发文 ：CJ 的言论是虚假且诽谤性的，我们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。我们对他的非法且未经授权的披露感到震惊。但 CJ 早已留了后手，他说自己根本没签 NDA， 所以才敢公开这些内容。币安的这套说法也很有意思，一边说这个是虚假的诽谤，一边又说披露了保密内容，这个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没有正面回应上币条件的细节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你不该公开上面。这个就好像在说，你说的对不对，这个不重要，但你不该说出来。这明明是咱俩在桌子底下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够公开说出来呢？于是呢，推特上的舆情开始分化，一边骂币安，一边骂 CJ， 战争正式开打。币安和 CJ 的交锋很快呢，引爆了推特上的舆论。中文圈骂 CJ 不懂规矩，英文圈赞美他，说他揭露了币安的黑幕。6MV 的创始人 Mac Doodles 站出来为 CJ 背书，我1个月之前看到过币安的上币提案，和 CJ 的说法一模一样。币安多年以来用的都是同一套剧本，于是呢，整场讨论被撕成了2派，一派支持 CJ， 认为这是挑战币安的霸权；另外一派反过来说他不懂规矩，蹭热度。短短的几个小时，这场上币费的风波已经不只是商业的冲突，而是升级成为了一场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的叙事之战。但不久以后呢，戏剧性的反转出现了，币安删除了那条威胁起诉的推文，重新发文，态度明显缓和了不少。我们坚持立场，但此前的沟通方式过于激烈，为此而道歉。但赵长鹏 CZ 这个时候却亲自下场，而且毫不留情。他在推文里边写道：“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直到他发了那张假图，说我拉黑了他。”最后呢 ，CZ 还补了一句：“我可以拉黑，但我选择了什么都不做，无视才是最好的拒绝。”他还不忘在收尾的时候又补了一刀 ：“What a loser！” 直接把 CJ 定义为蹭流量的 loser。这一句话就像往火上浇了汽油，舆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。但 CZ 没有打爆 CJ， 反而让 CJ 迎来了流量的爆发。短短24个小时 ，CZ 的浏览量突破了300万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在推特上此起彼伏，各路的 KOL 开始转发和站队，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。这场上币费风暴到这里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场话语权的战争，一边是币安这样的超级交易所，另外一边呢是去中心化叙事的代表。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于上币费是否合理的讨论，但如果你这么去想，你已经输了。很多人看到这场冲突的时候，会下意识的把它想象成是去中心化的理想主义者挑战中心化的巨头，但实际上这个不是理想与资本的对抗，这个是新兴赌场在对抗老牌赌场。币安呢就是最大的赌场，有老虎机，有21点，有棋牌乐。
散户每天都在这里边下注，每一笔交易币安都抽手续费。CJ 也想上牌桌，想要在这个赌场里边增加一台自己的老虎机，但必须得交摊位费。币安为什么敢收这么贵的摊位费呢？因为它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流量入口。想让你的代币被2亿人看到，想让全球的散户帮你抬盘，那你就必须得交钱。300万美元的上币成本看起来像是在敲竹杠，但对项目方来说，这是通往财富的门票。上币等于交易量暴涨，流动性激增，币价翻番，散户呢蜂拥而至。所以上币费不是勒索，而是赌场里的入场券，这个钱能赚回来。很多人以为他是来革命的，其实呢，他是想来开第2家赌场的。CJ 可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，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他非常清楚，币安能赚的钱，他也能赚。这次的爆料并不是为了推翻赌场，而是为了拉人去他的赌场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他想要做一个没有币安的币安。那 CJ 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项目方一样老老实实的接受币安给他的 offer 呢？而是选择了曝光。让我们先来算一笔账，如果乖乖上币，那他要交付300万美元上币成本，拿出9%的代币。的确呢，他能获得币安的流量和曝光，币价暴涨，估值翻番，听起来很划算，对吧？但 CJ 真正想要的，并不是在币安这个赌场里边再多放一台老虎机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替代币安。让我们来看看他发推曝光以后发生了什么。24个小时涨粉数10万，全球媒体免费报道，英文圈的 KOL 纷纷站台，反抗币安的霸权的英雄叙事迅速成型。这个是最顶级的公关营销。CJ 在做什么呢？他在告诉所有的项目方和散户，你看币安就是这么黑的，来我这里吧，我们透明，我们公平，我们去中心化。但本质呢，它只是另外一家新的赌场，一样收手续费，一样要你的流动性，一样从散户身上赚钱，只不过它换了一个更好听的去中心化的故事。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争夺散户的钱包。币安说，我有2亿的用户来我这儿赌，我去中心化，理想主义，来我这边赌。但无论你去哪里，赌场永远抽水，庄家永远赢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次 CJ 的曝光再次撕开了中心化交易所的另外一个黑幕——天价上币费。尽管币安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收上币费，甚至在公告中写着慈善、保护用户这样的词儿，但我个人非常同意业内的一些老炮的观点，收取合理的上币费其实没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确实会为新币带来全球2亿用户的流量、顶级的曝光和品牌背书、专业的做市商和流动性支持。你在纳斯达克上市也要交几百万美元的费用，凭什么币安就不收呢？而且不可否认，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之一，确实筛选过一些优质的项目，比如说早期的 BNB、SOL、OP、ARB、SUI， 他们上线以后价格和生态都有不错的表现，他们当中有不少项目至今还活着，甚至成为了头部的公链和协议。但是这些成功的案例只占了不到10%。根据多个链上的数据平台和研究机构的统计，过去的5年里边，在币安上线的代币当中，超过70%的项目在1年以后价格跌幅超过80%。绝大多数的项目的生命周期集中在上线后的3到6个月的短暂的 FOMO 期。但等一等，如果70%的项目都会归零，币安为什么还要上线这些币呢？他不怕砸自己的招牌吗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币安不在乎这些币会不会归零，他在乎的是这些币在归零之前能创造多少的交易量。我们来讲一个很少人会说出来的事情，币安确实有自己的风控体系，而且极其精密，但这套风控的目的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它不是为了保护你不被收割，它是为了确保收割能够持续、稳定、安全的进行。这套风控在筛选什么呢？第一层筛选
规避法律雷区？项目会不会被 SEC 定义为证券？团队是不是太明显的骗子？这个是币安的自我保护。第二层筛选，找到合格的收割者。币安不想上一个3天就归零的项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交易量就没有手续费。他想要找的是那种能够持续炒作3到6个月，能够吸引散户反复进场，能够创造海量的交易额，最后慢慢归零的项目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可持续收割。所以风控会重点看项目的 VC 是不是顶级的机构，他们会不会维护币价，做市商的计划是否周密，代币的筹码是不是集中在可靠的巨鲸手里。第3层筛选，制造样板工厂。币安需要时不时的造出一个100倍币的神话 SOL、ARB、SWI， 这些成功的案例就是活的广告。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告诉所有散户，看上币安你就能够暴富，然后呢，吸引更多的人去接盘那70%的炮灰币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币安的风控就像一个质检员，但它的质检标准不是这个产品对消费者有多好，而是说这个产品能不能安全持久的为我赚钱。经过这套系统筛选出来的项目，可能没有技术，没有用户，没有营收，但它一定有光鲜的团队、顶级的 VC、强大的叙事和一颗懂事儿的心，而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当这样的一个质检合格的项目带着币安的背书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它的欺骗性是那些土狗项目的10倍、100倍，因为你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骗局，你面对的是一台被精密设计过的、合法合规的、可持续收割的金融机器。换句话说，10个币7个归零，而这7个归零的币里边承载的是无数散户的真金白银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不讨论那10%的优质项目，我们来看看那70%的炮灰币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上线到归零，把散户的钱转移到庄家的口袋里边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算一笔真正的账。假设有一个项目，我们管它叫做撒币，撒钱的撒。这个项目是什么呢？说白了，什么都不是，可能是一个 AI agent 的概念币，也有可能是一个 GameFi 链游代币、社交平台的积分，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民营币，没有实际的业务，没有营收，没有真实的用户，只有一个还算漂亮的白皮书和一个会讲故事的团队。但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币安的 offer， 准备上线币安。在你看到撒币即将上线币安这条公告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项目的成本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首先是种子轮融资，项目启动阶段，天使投资人投了50万美元，拿走了10%的代币，成本每个币0.01美元。A 轮融资，产品的开发阶段， VC 投了500万美元，拿走了15%的代币，成本每个币0.05美元。团队分配，创始团队预留25%的代币，成本0。上币安的成本按照 CJ 曝光的条款，第一天空投1%给到用户，6个月内再空投3%，1%给到币安做营销，等等等等，加起来9%的代币直接给了出去，而且至少320万美元的现金和流动性成本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320万美元从哪儿来？表面上是项目方出的，但实际上他们会通过代币的分配和价格的设计，一点不差的从你的口袋里边拿回来。好了，成本结构我们现在清楚了，现在撒币要上线币安了。在上线前的1周，市场开始预热。第一步，币安发公告，我们很高兴地宣布，撒币将于某月某日上线创新区。第二步，媒体报道 CoinDesk， 撒币获得了币安的青睐。Cointelegraph， 撒币是下一个100倍币吗？各大中文媒体重磅，撒币项目即将登陆币安。第三步 KOL 喊单，这个项目我研究过，技术很扎实，团队的背景非常强大，在 AI 的行业它可是顶流啊！上币安币涨，兄弟们冲啊！你注意到了吗？这个币本身可能一文不值，但经过了币安的背书，经过了媒体的报道，经过了 KOL 的包装，它突然就变成了下一个 SOL AI 赛道的黑马，不容错过的机会。上线当天开盘价0.5美元，
1小时以内涨到1美元，3个小时以内涨到了1.5美元，24小时以内最高涨到了5美元，涨幅1000%，社交媒体炸了，我赚了10倍了！天哪，币安选的项目就是牛，还没上车的兄弟们快点冲！而此时此刻，真正在卖出的人是谁呢？让我们看看各方的成本和收益。天使投资人成本0.01美元，2美元卖出200倍的利润，持有10%的代币等于2亿美元。VC 成本0.05美元，2美元卖出40倍利润，持有15%的代币等于3亿美元。团队成本为0， 2美元卖出，持有25%的代币等于5亿美元。币安拿到了9%，但他并没有去卖，而是通过这9%吸引了上亿的交易额。交易额一旦上来，手续费加上币安的生态价值，足以让币安轻松的赚走1到2亿美元。而你呢？你在1到5美元之间，看着 KOL 喊单，看着媒体的报道，看着币安的背书，冲进去接盘了。1周以后，撒币跌到了1.2美元，你开始慌了。打开推特看到这样的文字，这个只是洗盘而已。大机构现在正在吸筹，马上就要公布新的合作伙伴，你选择了相信。2周以后0.8美元，1个月以后0.4美元，3个月以后0.1美元，你亏了95%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天使投资人在2美元清仓了， VC 在1.5到2美元之间分批出货了，团队的代币解锁了，币安拿到9%的代币流通了，做市商完成了任务，撤离了。而这个项目本身呢，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的业务，没有用户，没有营收，只有一个白皮书和一个会讲故事的团队。6个月以后，撒币跌到了0.02美元，跌幅99%，彻底归零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游戏当中钱是怎么流动的。散户投入，假设有15万个散户，平均每人买入5000美元，总计7.5亿美元。散户买入的价格平均在1.5美元左右，最终价格0.02美元，散户损失7.5亿美元乘以98%，等于7.35亿美元。天使投资人成本0.01美元，在2美元高位清仓套现2亿美元。VC 成本0.05美元，分批卖出2/3的筹码套现2亿美元。团队成本为0，卖出40%筹码套现2亿美元。币安没有卖币，却靠手续费和流量变现赚走1.35亿美元。做市商靠高频套利拿走了2000万美元，总计超过7.35亿美元的真金白银从散户的口袋流进了庄家的钱包。所谓的暴涨暴跌，本质上是财富转移的过程，散户的亏损正好是他们的利润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散户是怎么被收割的？第一刀，成本转嫁。项目方给币安的320万的成本，最终是散户买单的。你以为你在投资未来，其实你在帮他们交房租。第二刀，信息的不对称。你看到的是币安背书、媒体报道、KOL 喊单，但你看不到早期的投资人成本只有0.01美元，随时准备出货。你看不到团队根本就没有实际业务，只想套现离场。第三刀，时机的诅咒。你在高点2美元被 FOMO 的情绪驱动买入，你在腰斩的时候1美元因为相信洗盘论而不卖，你在跌了90%只有0.2美元的时候恐慌性的割肉，然后呢这个币彻底归零。第四刀，赌场永远赢。币安无论币价涨跌，手续费稳赚，你交易10次光手续费就亏2%，这个币最终归零，币安已经赚够了，而你血本无归。这个就是那70%项目的真实。他们上线币安，获得了流量，获得了曝光，获得了币安的背书，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做项目，他们是为了融资、上边、拉盘、出货、跑路，而散户是这条产业链上的最后一环。你是流动性，是接盘侠，你是 ATM 的提款机。当 CJ 和币安在推特上互撕的时候，当媒体在讨论上币费是否合理的时候，当 KOL 在喊去中心化万岁的时候，有一个真相，所有人都在回避。在这个市场里边，70%的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收割散户而存在的。
编知道，CJ 也知道，VC 知道，项目方知道，只有散户不知道。或者说你知道，但你相信你是那幸运的10%，而这个就是散户的死亡笔记。所以你看，这场上币费之争表面上是理想和权力的冲突，实际上是两家赌场在抢你口袋里边钱。CJ 不是来革命的，他只是想当下一个币安，而币安呢也从来不是中立的平台，它就是最大的庄家。在这场游戏里边，散户永远是筹码，不是玩家。70%以上的项目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建设生态，而是为了收割。如果你不懂游戏规则，你就变成了这个游戏里的一部分。这个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加密市场里边的底色。而唯一能保护你的，不是相信哪一家赌场，而是提高自己的认知。所以记住这3个真相。第一呢，在加密的大部分的项目里边，你不是投资者，你是流动性。第二，无论谁赢，赌场永远赚，散户永远输。第三，保护你的唯一方法不是选对赌场，而是根本就不上赌桌。在这里边呢，我要澄清一下，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，不只有炒币，除了投机，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的技术和创新的项目。这部分呢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视频里边好好的去讲一讲。好的，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有所思考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说说你遇到过的收割的故事。这里是加密星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，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，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来聊聊未来的金融世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